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刻。这个灵动的苹果哦，追逐这个气泡哈，吹泡泡里面去发响。我们的阿酷来了，15寸 MacBook。Kojima 果然出现了 ，Kojima 立刻换上摇滚装。One more thing， 激动人心的一刻 ，One more thing， 终于又再次出现了。人类的下一个奇异点，我靠，一个 R1， 一个 M2， 我起鸡皮疙瘩。Only Apple， 只有苹果，10万台币，3600美金啊！应该是我近5年来看过最精彩的苹果的发表会。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盖茨比 Jesus Christ。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刚刚看完这个 WWDC 的发表会了？哇！非常的震撼人心啊，真的看了一下都湿了。现在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早上在看这个发表会的时候，我的 reaction。好 guys， 早安 ，Jesus Christ， 现在是早上9点，准备来看我们的 WWDC 2023一年一度的苹果开发者大会。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我前阵子预测的这个新品内容，今天会不会推出 ？Let's go。Jesus Christ， 太早了，赶快来起来做一个冰镇的咖啡，马上来跟我一起迎接苹果的微微的叉2023。每天叫哥醒来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咖啡这个粉一定要压实、压平。真的，如果大家有喝咖啡习惯的，推荐大家买一下这个咖啡机，非常的不错。你看还可以自己买自己的咖啡豆哦。风味还不一样，推荐一下这个 Trader Joe 的。微微的茶要即将开始啦！这个灵动的苹果，灵动的小岛秀夫，即将要带来给我们人类史上什么样的改写呢？追逐这个气泡，哈，居然跟我讲的一模一样。我们的库克，我们的阿库，我们的阿库来了。哦，直接就给你破题，有 New Products。新产品哦，好样的！苹果直接这次不演了，不从这个 iOS 开始宣布，直接从最重要的硬体开始宣布嘛，太兴奋了！现在就是在吹这个 iOS， 然后我相信等一下会讲这个 WatchOS， 然后还有 tvOS。Kojima 果然出现了 ，Kojima 死亡搁浅，灵动的小岛秀夫要在这个 Mac 上面推出这个死亡搁浅了。那现在最大的悬念就是这个 Apple VR 会不会推出？那什么样的游戏会在 Apple VR 上面推出？看看这个灵动的小岛秀夫会不会把游戏一样一并移植到这个 Apple VR 上面，给大家一个最第一人称的游戏体验。来看我们的 Craig 今天来搞什么？立刻换上摇滚装。We do have one more thing， 激动人心的一刻 ，One more thing， 终于又再次出现了。Apple AR 眼镜，哇操，可以透明，哇，太香了！这个苹果的 AR 眼镜，真的是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天哪！手势操作，我真的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大家看一下，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个老高说的这个奇异点，我相信这就是一个我们人类的下一个奇异点。自从 iPhone 发明以来，苹果阿库真的你的阿库，也不是 Memoji， 居然是真实自己的眼睛。好 ，Awesome， 太酷了。据苹果的传统来说，吹的一个产品吹得越久，价钱就越贵。然后 Vision Pro 再加上这个 Pro 这个字，我真的觉得破3000的机会是有。要来卖迪士尼情怀了，真的是人类的奇异点即将要诞生了。居然比3000还贵，要3500美金，10万台币啊，乡亲父老。当然，尤其是库克微微的、缓慢的说出那一句经典的台词。这个库克阿库仿佛在这个瞬间，贾伯斯上身，贾伯斯传承给他的这一句话 "One more thing"。讲完这个还有一件事，我鸡皮疙瘩都已经起来了。然后阿库就缓缓的把这个 Apple Vision Pro 拿出来。当上一次在贾伯斯讲 One more thing 的时候，已经是多少年以前？大家都很常在那边讲说库克
是一个比较不会研发、比较没有创新的一个人，但是很会做成本控制跟供应链。但大家殊不知，如果去看苹果的这个财报，还有这个新产品的研发，大家就知道，从阿库掌管这个苹果之后呢，这个苹果的这个营收啊，真的是年年升高。苹果的 Vision Pro 推出来，我觉得仿佛是阿库在跟世人说，哈哈哈哈，贾伯斯，你可以安心走。这次呢，苹果不一样了，不先从这个 iOS 的系统一些更新上面先讲起，直接阿库一出来，直接把 MacBook Air 15寸的扎手键直接拿出来，屏幕尺寸一拉开，立刻宣布15寸的 MacBook Air 要直接上市。这次呢，很意外的，也不出意外的，没有 M3啊，直接是用 M2 的这个晶片放在这个 MacBook Air 上面了。但是呢，这个 MacBook Air 15寸的加入呢，直接把这个之前13寸跟15寸的 MacBook Pro 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价差的价钱段补齐了，让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又更为困难。每一段加了200块、200-300块美金，又加一级。苹果的价钱标价的策略真的是非常的强，库克不愧是供应链跟定价的这个高手，马上加入这个15寸的 MacBook Air。让你选择更困难。然后呢，接下来呢也不啰嗦，事不宜迟，他们马上就顺便讲到了这个 MacBook Air 新的硬体，直接顺势的带出来这个 Mac Studio。这个 Mac Studio 呢，之前呢是用这个 M1 Pro、M1 Ultra 的这个晶片呢，在这一次的 WWDC 微微的差的发表会上面呢，直接升级到了这个 M2 Ultra。那把两款 M2 Pro 的这个晶片呢 CPU 呢连接吸在一起之后，变成2倍的性能。接下来马上快速的介绍出第3样新的硬体呢，马上就是我预测中的这个 Mac Pro 啦。Mac Pro 呢是之前在所有的 Mac lineup 里面唯一还没有被升级到 Apple Silicon 苹果晶片的一项产品。那在这次的微微的差的这个发表会上呢，马上就把这个升级苹果晶片的消息立刻宣布给大家知道。然后他用的呢，其实我有点惊讶，居然用的是 M2 Ultra。居然没有在特地为它做一个比 Ultra 再更强的晶片哦，其实我有点意外。然后呢，主机的尺寸我也是非常意外的，居然还是维持着这种大的尺寸，并没有把它的机壳做改小的设计，非常的意外。但是呢，也不意外的，因为它这个新的这个 MacBook 还是一样可以支援 PCI 的外接卡槽。但是呢，支援程度是怎么样，我们就有待大家开箱来做详细的剖析啊。因为我相信这个苹果晶片呢，可能是不能支援其他的这个显卡或者是 NVIDIA 或者 ATI 的显卡的吧，我自己的预测。但是实际情况是要到时候等大家开箱之后才知道实际硬体它的结构是怎么设计的，它到底是哪些卡可以支援，哪些卡不能支援。像这个影片在 WWDC 的这个开发者大会的 presentation 里面呢，主持人就有说到说，这个 Afterburn 卡他们在之前的 Intel 的 Mac Pro 里面就有出这个 Afterburn 的卡，因为他们升级到这个 Apple Silicon 之后呢，所有每一台 Apple Silicon 的笔电全部都搭载了有 Afterburn 卡的功能。那在这个 Mac Pro 上面呢，又更加强一步，直接是7倍这个7张 Afterburn 卡的效率，一次可以同时跑24线程的 8K ProRes 的影片剪辑哦，是不是听的就是非常的夸张？ProRes 是这种电影的 Studio 高解析度的这个影像格式。那要同时编辑24线程的这个 8K ProRes 的档案，这个 CPU 一定是要非常的强哦。那这个苹果很有信心的就直接讲说 M2 Ultra 的晶片呢，可以一次 handle 24线程影片，然后跑都不会累的，真的是。一听呢就直接开手，而且苹果呢，它这次的做法，先把一些比较意料之中的这个硬体更新，全部先放在这个软体更新之前，软体更新再宣布，然后在最后面重头戏就是这个 Apple AR 啦。他们在宣布完 Apple Mac Pro 之后呢，又回到一如往常的 iOS 17的功能，加入这个息屏的模式，荧幕关的了之后呢，在睡觉之后呢，它会变成这个横屏的一个时钟，然后也可以把这个 widget 小工具放在这个时钟之上，可以做快速的选择。然后以往呢，在 iPad 上面呢是不能直接跟这个 widget 做互动的那现在可以直接把 widget 当做是一个执行的一个小程式，直接在上面，比如说你有这个 To Do List 有3项功能或者4项 To Do List， 你已经做完了，你可以直接在这个 widget 的这个 Home Screen 上面直接点选跟它互动，实在是非常的期待哦。相比 iOS、iPadOS、watchOS， 我真的觉得这次的苹果它把它的重心全部集中到最后面的重头戏，前面的这些软体更新呢，就算是这个新的这个 macOS Sonoma 也是有很多功能是非常不错，但是以我整个看完这次整个 WWDC 的发表会之后呢，我个人认为苹果他们选择这次把他们的所有的开发的精力跟能量
全部集中在最后的后半部，苹果的 Vision Pro 头戴的这个 VR 显示器上面。那跟预测的一样，它是一个头戴的显示器，有点像是滑雪的眼镜一样，荧幕外面的荧幕可以显示你里面眼睛的表情。然后呢，它的电池呢不是内建在头显上面的，是用一个外接的方式。那目前官网显示的呢是说可以支援2个小时的使用时间。那如果你插电的话呢，当然就是无限使用时间啦。那它这样做的好处呢，是你不用把这个电池带在这个头部显示器上面，减轻这个头部的显示器的重量，这样子你戴起来会比较舒适。然后他们还这次为了研发这个舒适的佩戴，还研发了各种不同的头型，然后研发它的松紧带的设计，然后也可以做替换的功能，非常的人性化哦。这次的设计呢，有一点比较出乎意外的是，我当初想的是说外面的面罩部分，大家看进来可能是一个比较像 Memoji 的这种比较卡通的方式，结果没想到居然苹果有这个黑科技，可以把 AR 里面呢装了2个摄影机拍你的眼睛，然后经过运算呢投射到外面的显示屏上面，让大家看到你的时候知道你的眼睛在看哪里，真的是黑科技而不是只是简单的做一个 Memoji 的眼球追踪哦，真的是太强了。而且苹果真的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在后面的这么大段的发表会上面呢，不断的在吹 Apple AR 的功能，还有它到底怎么样能够改变人类。我真的看一半，真的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跟我在当下看的这感觉是一样的。我深深的觉得苹果真的是要么它不做，要么它要做到最好。它这次真的推出的这个 Apple Vision Pro 呢，我觉得是下一个改变人类世界的一个奇异点的发生哦。除了它可以有娱乐的功能之外呢，它有2块 8K 的这个显示萤幕在这个左眼跟右眼，那加起来呢是超过 4K 显示器的效果哦。那等于你可以很自然的把它跟现实生活中的这个场景融为在一起。那你可以瞬间把你的工作室变成一个有杜比 IMAX 的影院，或者是变成一个有5、6个萤幕同时在运作的工作室，然后也可以简讯、FaceTime 都可以直接联系。其中有一个非常特别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惊讶，是这个 FaceTime 的功能。它居然可以在你戴上面罩的时候追踪你的脸部表情跟你说话的东西，当你 3D 建立一个虚拟的真人 FaceTime 的头像，跟对方自然的对话，真的是苹果黑科技，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哦。那我很好奇它的这个自然程度到底是怎么样，到底能不能像跟人之间这样 FaceTime 或者讲话一样的正常。除了刚刚讲的 FaceTime 之外，还有这个工作，还有这个娱乐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捕捉 3D 的照片。我自己在想象是比我们用 iPhone 手机拍照啊，又要更上一层楼。当初苹果就介绍进了这个 Live Photo 之外，把你每一张照片都变成像影片，像哈利波特一样的那种影片的照片之外呢，这个 Apple Vision Pro 推出之后呢，它现在还可以捕捉 3D 的影片。那假设你有用你的 iPhone 拍摄 Panorama 的照片，它还可以把你 Panorama 的照片直接投射到你面前，仿佛身临其境，让你体验一下你当初拍这个 Panorama 的照片的当下的感觉。那我自己不难想象，如果 iPhone 的这个相机啊、镜头再继续加强的话，它可以把这个 Panorama 的照片呢也变成 Live Photo， 那到时候又不是更加的鸡皮疙瘩起来了吗？你可以把 Apple 的 AR 头套套上去，哇！比如说你2年前去了这个美国的大峡谷，觉得这个风景美不胜收，那你把这个景色呢用 Panorama 的相机拍下来，存下来之后呢，存到 iCloud 上面，你把这个 AR 头套一戴上去啊，我想要体验一下这个美国大峡谷的风光，哇！直接档案一选起来，直接在你眼前，也不用出国啦，也不用坐飞机啦，也不用订饭店啦。旅费省下来很多。我们再想一下更进一步的，就是如果它的头戴的这个适应度非常之好，如果真的可以做到真的这么像我们的肉眼看实体的世界一样那么好的话呢，那它是不是可以做成一个可以像出国体验这样的？比如说我要逛街啊，或者我要去巴黎，我要去日本，我是不是可以下载这个 app， 然后我就直接或者 Google Map。直接用这个 Google Map 的方式去走这个路，哇，想想真的就是发展性可能性很大哦。还有另外一点非常令人非常期待的 Apple AR 功能呢，就是外面的显示屏呢，可以让你的家人知道说你到底有没有在看外面。然后呢，有人要给你一块蛋糕或者给你一杯茶，对方也可以马上知道你在看他，然后你可以马上跟他做互动。外部的显示屏也可以马上投射出你脸部的表情。那有一点非常黑科技，我听发表会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有点惊讶的是 ，Apple Vision Pro 呢，它可以追踪看你显示屏人的眼神从哪个方向看过来，那你的显示屏呢会直接面向他看的方向。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黑科技。然后呢，还有一个让我期待的苹果 AR 的扬声器。
我当初呢原本是想说，肯定要配合这个 AirPods Pro 才可以达到高级扬声器的效果，结果没想到这次苹果 Vision Pro 里面就有内建2个非常好的扬声器，好的程度呢是可以欺骗你身临其境在这个海边的这种感觉。那有在用苹果笔电的大家朋友都知道，苹果在扬声器处理上面、掌控上面是非常的值得赞赏的哦。苹果的笔电呢，也是我目前用过所有笔电里面喇叭效果最好的，除了它最大声之外，也不会破音，音质也是最好的，低音也是最沉的。那我个人非常期待这次在苹果 Vision Pro 里面扬声器这个喇叭它的效果到底能做到多好。那这次苹果真的想得非常的周到哦。那假设如果今天有戴眼镜的人怎么办呢？他也在发表会上面跟你说了，他们跟蔡司独家合作，可以定制近视镜片的放在你的苹果 AR 眼镜里面，这样子就可以达到最100%的舒适的感觉。把工作、娱乐、拍照的功能全部都说故事说了一遍之后呢，最后的最后，苹果在这个 Apple Vision Pro 里面呢放了2个苹果的晶片，一个是 M2 晶片，然后一个是 R1 晶片。M2 晶片呢就是处理这些应用程序啊、3D 显示这些东西。那这个 R1 晶片呢，即时的影像追踪跟3D 建模的这些功能上面，还有追踪外部的环境、扫描外部的环境，再这样运用了将近1半的时间在讲 Apple Vision Pro 他们的愿景给人类世界带来多大的改进，还有一些亲情的部分，拍摄3D 影片，除了工作 productivity、娱乐 entertainment， 还有再加上这个晶片跟这些高科技，有2块 8K 的显示屏在你的左眼跟右眼，手部追踪的相机。最重要的呢，就是要讲价钱啦，比我想象中的要再贵$599呢。我当初想的是预测，大家推想的是3000哦，我自己希望它是2000，不知怎么了，看完今天早上的 WWDC 之后呢，最后的最后，居然觉得这个$3599不贵，怎么会这样？你们想一想 ，Apple Vision Pro 里面它有一个 M2 的晶片，再加上一个 R1 的晶片，那你看一下最便宜的 M2 晶片的 MacBook 或者是 iPad。差不多有$1000了吧？那再加上2个高解析度的显示屏跟这个高解析度的喇叭，它可以取代你的家庭影院。你有了这个 Apple Vision Pro 之后呢，你就不用再用家里的这个影音系统了，它还可以跟你的 MacBook 互动。你只要戴上这个 Apple AR 的头套之后呢，往你的 MacBook 看一眼，它直接可以把你的 MacBook 多面投射到你的 Apple Vision Pro 的显示屏里面，直接用 Apple Vision Pro 在上面工作。这个 keyboard 或者滑鼠也可以直接连接。这样算一算，好像美金$3599，体验这个人类最新的高科技的产品。苹果集5年功力大成于一身的这个最新产品 Apple Vision Pro， 用$3599的价钱去体验一下，好像也变得没那么贵了，真的是太强了，苹果阿酷真有你的！很多消费者钱就这样默默的掏出来了，然后居然这么快就发表，然后要等到明年初才会上市。我真的觉得这次就是苹果是，我不知道有被逼急还是怎么样哦。既然在这么早就宣布 Apple Vision Pro， 我自己的猜想是，要先把 concept 提出来，把 developer kit 给世界各地这些开发者，让他们去开发程式，充足的时间在明年正式上市之前，多开发几个软体，充实 App Store 的内容。在发表会的中间呢，他们就真的有请到 Hideo Kojima 小岛秀夫出来讲他的 Death Stranding 要在 Mac 上面平台发售啦。也不难想象哦，如果它可以在 Mac 平台上面发售的话，那是不是做一下这个 UI 的改变，摄影机视角的改变，是不是能把这个死亡搁浅的游戏也放到 Apple AR 眼镜上面呢？这个主持人也说了，就是在 Day One 这个 Apple Arcade 的所有游戏都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玩，把这个 Apple Arcade 的游戏呢当做是可能在这个 AR 里面显示，直接显示出一个荧幕，把它变成有 AR 模式的 Arcade 游戏。哇，真的是想想就是越来越激动。我自己认为哦，如果苹果可以把这个设备变得再更便宜一点，电力再更长一点，我自己个人推估哦，这次苹果推出这个 Apple Vision Pro 会再一次的改变人类的历史。常常看老高的影片，大家都知道他有讲到这个人类的起义点的发生。那我自己个人相信，这次苹果推出的这个 Apple Vision Pro 将会是下一个人类起义点的发生。好了，影片的最后，你看了这个微微的WWDC 发表会了吗？你对苹果发表 Apple Vision Pro 有没有兴趣呢？你会不会想要去店里面试戴看看？试戴了之后，你有没有考虑会想要买呢？$3599的价钱，你有没有兴趣购买呢？明年初就会直接正式发售，还是你一点兴趣都没有？好啦，我是盖哲比。如果你喜欢这类的科技产品开箱影片、特斯拉的相关影片，请别忘了按赞订阅我的频道。下次影片再见啦，拜拜，拜拜。